不是你大半夜跟踪我干嘛呀？我就是想等你下班问你点事儿，谁知道一晃眼你就走远了。行了，你赶紧回家睡觉去吧，我也回去了。啊，你家住这儿啊？那你绕这一大圈干嘛呀？杂工都得走后门。哎，你等会儿，送你糖水。你不是我们店的忠实顾客吗？我吃过了。其实那个，我找你是想问一下，歇歇，回去吧。哎，我问你一下，你们店后头是不是还有一个大厨啊？没有啊，大厨都在前面。别蒙我了，他什么水平我一尝就知道了。你们店后头肯定还有个大厨，对吧？回去了。哎，真的不可以聊一下吗？我保证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我请你喝免费糖水，我升级你当我们家超级 VIP， 怎么样？可以啊。那咱俩进屋单聊。去不去？那还是算了吧。有什么明天再聊吧。晚安。尝尝我做的糖水。你还会做这个呢？不会啊，第一次做，想要拓展我们吴巧家的业务范围嘛。这能吃吗？这个？
能吃，当然能吃。你应该觉得荣幸，这是我第一次做糖水，而你是这个糖水的第一个客人。尝尝。我刚才吃太饱了，现在有点吃不下。那好了，张嘴。给我张嘴。怎么样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！有这么难吃吗？本典当行有3样规矩，在典当之前，我有必要告诉客人，还望客人三思：一，典当行禁止典当人以性命为代价行典当之事，更不能夺人性命；二，交易不可逆，如若毁当，将付出生命的代价；三，9出13归，典当人可随时自愿赎回。若赎当，典当人和被典当人的关系可重新建立，但此典当所得需尽数收回，且要付出相应利息。老板，你在那儿唉声叹气的想什么呢？两生花枯死之前，是为当期之中。从来没见过那样子的两生花。肯定是时间久了您忘了，两生花选择掌柜的。老板，您的也是这样。是吗？当然，掌柜的要交替了，这是好事儿。要是我不想出去呢？为何？出去？那便是要离开这儿了吗？那出去有什么好处啊？在这儿，能够帮助人们实现他们的愿望，能满足他们的希望。我觉得在这儿挺好的。哎呀，
出去的好处可多了。小白，你说。有好吃的，好玩的，还有朋友。朋友，朋友不就是用来典当的吗？我想辞职。别呀，我这生意才好起来点儿，你要走哪能行？哎，那老李说的，我可全都办了。你说吧，还有什么要求，哥尽量满足你。那倒不是，我觉得在这待着不太踏实。哥懂了，你放心吧。哎，那孔浩早晚出问题，我琢磨着呢。哎呀，你先干活去，哥呀，肯定给你推上去。哎，不是哥，你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哎呀，我知道，明白啊。你说，老板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这些日子我不明白。可能是因为交替掌柜让他迷糊了，你得经常告诉他一些离开典当行回到世间的好，这典当行的生死全在上头。可是这样骗他，我不忍心。行了，别像个小狗似的。哎，快看，那边好戏要开始了。全面科学配方，100年贵族品质，海普诺卡1897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大家好聚好散，别弄得挺难看的。肖哥，我一心一意为了征服豹，你这样就有点卸磨杀驴了啊！我可以学习，我可以进步的。你这样拍一下。哎，话好好说，别这样。看不看？话好好说，别这样，别来。就是他，我跟你讲，真正炒粉的是他。别这样。不信你尝尝，让他先尝完。别这样。没错，就是我上次吃的那个味儿。你别瞎说，这就是他炒的，对，就是他炒的。视频是假的，你跟我说视频是假的，我能骗你吗？就是他，视频为证。陆楚，你别走，你快点说出。陆楚，别跑！我是为你好，陆楚。跑个屁！视频删了，怕你不？我在见到妈妈以后，我饶不了你。上车！陆楚，别跑了！这个叛徒，我真是为你好，陆楚。陆楚，我对你那么好啊！你背叛我，我这边以后怎么开下去？
停车吧，他没有追了。知道是你在背后代吵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是不是你找他们曝光的呀？我曝光你？你睁着眼睛说瞎话！你眼睁睁看我找那个假厨师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？你害得我，你害得我。我说了呀，我。你说了？你说什么了你？啊？你说你是糖水铺的粉丝，你说你喜欢古早味儿，你到底说什么了？算了算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过去吧。你肯定是有苦衷，也怪我自己，我没有听清楚你在说什么。啊，还有上次你救了我，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谢谢呢，谢谢啊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吴恙，口天吴，安然无恙的恙。你呢？陆小凡。陆小凡。陆楚。陆楚，你现在已经被曝光了，你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爆火的厨师。你藏肯定是没有用的，还不如趁这个红利期，你好好的赚他一笔。我看你打那么多工，肯定也是为了挣钱嘛，对吧？跟我合作好不好？不好，不想跟你合作。啊？你为什么不想跟我合作啊？哎呀，上次我不是故意说你踩我鞋的，或者你有什么条件，你都可以提。都不是，我就是不想你这么急功近利、盲目扩张，因为你不适合那样。老板，你能看出来我有什么值得典当的情感吗？不知道，不如客人你直接告诉我你想要换什么吧。换什么？我有一个想要挖墙脚的厨师，那个人的确是有点本事在身上，但就是油盐不进、软硬不吃的。所以我想让他服软到我的餐厅来帮我打工。是陆小凡。对，就是陆小凡。啊，神通啊！你们这儿果然是神通。那我有可以换这个的情感吗？是这样啊，办法肯定是有的，但就怕客人不知道你舍不舍得。我有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想换他，应该不需要很深的情感吧？我妈赵涵换赵涵啊？不可能，我不换了。就你说了算了。老板，为啥不提点提点他，不帮帮他？他俩早点在一块儿，不就早点回档了吗？他可不是轻易罢休的人，你们等着看吧，他总会有办法。妈，你怎么还不回去啊？哎呀，医生不是说了你不能这么窝着的吗呀？知道了，我这不看这个电视剧看入迷了吗？再说了，现在的年轻人不都睡得晚吗？我刚刚还卖了好几份糖水呢。你最厉害了，走，打烊回家。哎呦，不用啊，你让我扶你吧，小心。
你最近在跑什么啊？就是跑铺子的事儿呗。开店的事儿，有的时候是随缘。其实妈倒觉着你真应该到那大公司、大集团去学习学习。一来呢没那么辛苦，机会也多；这二来呢，高薪还稳定。呀，妈知道你心气儿高，人往高处走，渠道有很多。说好了，明天我要带你去医院复查。如果到时候医生说需要你配合理疗，你可千万不能因为太贵而不去哦。我是怕疼。好了就不疼了。又不是你疼。谁说的？我疼，我心疼。真的。慢点啊。姐，我告诉你一个重大事件，我决定了，不再花花见网友了。我准备开个桌游店，和真实的人交朋友。说开就开啊！那祝你开业大吉，友情广进。你高兴什么啊？我有了一个新创意。什么创意啊？姐，我教你啊，这个软件它是可以解除匹配的。你帮我弄就行了。行，我给你都删了。那，好了。啊，这么快啊？哼，我看看。哎，可以。不过姐，你怎么突然开始玩这个软件了？我都撤退了。市场调研啊，我了解年轻的消费群体嘛。哦，难怪。哎，你那店怎么样了？啊，我找好地方了，在装修呢。我觉得名字就叫“奇妙世界桌游吧”，怎么样？哎，这名字好哎。你那“奇”是不是你名字里那“奇”？哎呀，真好！我也希望有一家自己的店。哎，如果我也有我自己的店的话，我就叫它“别来无恙”。可以，这名字好。别来无恙。不过别来无恙，那到底是来呢，还是别来呢？萱姐，我问你个事儿啊。之前帮那个孔浩浩当枪手帮厨的那个人，你认识他吗？不知道，别提了，他就是个坏蛋。没错，他就是个坏蛋。不过这人好奇怪啊。你说他长得也不错，能力也不差，为什么非要给别人在后厨代炒呢？躲债？逃犯？不会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哎，你看这个人怎么样？还可以。不过，你不是市场调研吗？啊，市场调研，那我也要看人品和看眼缘，对吧？你是
么星座啊？天秤座。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吗？打篮球。这个腰花可不简单，去除腺体、腌制、十字刀花、大火爆炒，每一样都是功夫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去除腺体吗？为什么？是为了去除腥味儿。腌制才是每一家餐厅秘制配方的关键所在。十字刀工会影响这个腰花的口感，大火爆炒才最是腰花这个食材爽脆的重要工。每一个步骤真的听上去非常简单，但是对厨师的要求真的很高，他要求你分分钟之内必须得完成，差一丝一毫的话，这个口味都会不对。我一会儿要出去一趟，你看店，到时候如果累了的话就回家，知道吗？知道啦。老板，这怎么办啊？一切都在我的掌控当中，我也是被口号号给坑了。现在咱们有陆叔在，歇业2天，定一个东山再起，对吧？陆叔是不会抛弃大家的，是吧，陆叔？我走啦。哦。你好，请问你是不是？你好，我是吴漾，你是金晓彤吧？对。喜不喜欢喝糖水？我做的。哦，谢谢啊，上车。谢谢。想去哪儿？如果没有地方的话，都可以。哦，那好。就这儿，先生。这儿吗？啊，就这儿。哎，你。干嘛呢？这是需不要我帮忙啊？不需要，我认识里头一厨师，我看看他在不在。不是你给他打电话不就完了吗？可是我没有他电话。肖老板，把我拦着他！哎，你慢点！哎，肖老板，肖老板，你稍等，你等一下。等一下，口号早跑了，你找我也没有用。不是，我不找他，我找你。你找我？我想问你，你们这家店还干不干了？你啥意思啊？嗨。呀，你没走啊？我还以为你走了呢。没有。哦，对了，我去给你买了双鞋。试试看，看看合不合适。好，辛苦你了，还特意帮我去买一下鞋。不会。
哎，正好是吗？啊，刚好合适。真的？哟，都谈好了。签了这个草拟意向书，他同意全盘转让了。我刚还给银行打了电话，他们说我家糖水铺抵押了的钱刚好可以盘下他的店，还有员工，还可以剩下一些装修费、运营费，2周就可以办好。那都是几百年的老古董了，早就该换了。你抽空就换一个吧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凑合着还可以用。今年的优质餐厅推荐评选即将启动，也不知道出什么毛病。新进的网红餐厅，哪怕是试营业阶段的新餐厅，都有机会同台献艺。那优质餐厅的评选到底是怎么选的呢？今年的评选还是沿用往年的方式，除了专家评审团对餐厅的全面打分，匿名评审仍然是一大亮点。他们会以消费者的身份考察餐厅，会将不错的餐厅记录下来，交给总评审团。益华餐厅将会作为协同单位配合支持。益华集团的董事长兼美食协会的副主席范益华女士也会参与评选。最终入选的10家餐厅名单预计会于下月中旬在美食协会官方网站发布。范总，这道八仙过海啊，可是我们总厨花费了不少功夫制作的，在食材的选用上呢，也是煞费苦心啊。搜集了新西兰的岩龙虾、澳洲的青边鲍、南海的东星斑、加拿大的象拔蚌，还有不是把所有最昂贵的食材都凑到一起就是最好的。明德啊，你也是餐饮协会的老会员了，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吧？当然。所以我们总厨啊，在处理上也花费了不少的心思，每道食材呢都是单独处理，最后啊才把分开加工，更使得这道菜的风味没有统一，食材没有搭配，反而抢了彼此的味道，浪费了这原本的好食材。我看你这酒楼的总厨可以考虑换换了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范总啊，范总。我们已经连着2年没有上优质餐厅了，而且现在呢，客户流失的厉害，能不能看在咱俩的交情上，您给优质餐厅的评选工作呀，我已经交给何经理去做了，我说了也不算。可是您怎么着？我只是单纯的来见见老朋友，不谈工作。明德，不用送了，咱们改天再见。哎，我还是把你送到门口。我可以见见做这道菜的厨师吗？哎，方豪啊，来停一下，外面有重要的客人要找您。哎呀，差不多就得了。方豪，我说话你听见了没有？把这儿交给帮厨弄就得了，你先跟我出来。不好意思，后厨不能进人。我教你啊。
诸位，这位是吴漾，你们的新老板，在这危难时期还愿意带着所有人一起重新开始，大家欢迎。谢谢。我家的糖水铺就在对面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？今天我还带了一些自己做的糖水，待会儿大家可以选一选。其实我一直也特别想开一家这样的店，我也非常欣赏大家可以一起努力把真福宝经营得这么好，也希望以后我们可以合作愉快。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问，我在这里尽可能多的回答大家。啥时候发工资啊？对呀，对呀。开工核算之后就可以。那我们假期怎么安排啊？还有倒班呢？您这店是不是得重新装修啊？装修我们休息发不发钱？真福宝原来什么样，现在就什么样，一切照旧。你呢？那个皱着眉头一直不说话的，我知道孔浩浩的事情对他伤害很大，所以呢，我打算让他。我想辞职。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必须得走。不是，你等等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法跟你一块工作，我会影响你的。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这人怎么总是神神叨叨的？你是有什么难处吗，或者苦衷？你可以告诉我，我说不定可以帮你呢。你能帮我最大的忙，就是离我远点。陆小凡，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？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店。哦，歇业了，甭去了。哦，谢谢啊，我找他们新老板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没什么事儿，我看你花上线的，所以我给你发消息没回，我说过来看一下。我刚刚在里面跟他们说话呢，所以没有看上。你怎么了？你今天没课？有，不过是下午。呀，你今天穿得很帅气。还行吧，你喜欢就好。啊？你这跟我。喂，你小子怎么了啊？老肖都跟我说了，出事了他就回去，正好和媳妇把父母的房子给翻新了，好不容易把这店给盘出去了，找到接盘侠了，你又要辞职，你怎么想的？不想跟着他干。谁？那新老板你认识啊？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那行吧，你过2天到我这儿来一趟啊。好啊，
你最近在哪儿摆摊呢？海边呢，晚上6点人多。滑滑吧。哦，这你都知道。我今儿刚下载，看看这是干什么的。年轻人玩的，找对象。我见人玩过。那行吧啊，过2天你来的时候，咱们再联系啊。别一个人瞎待着啊！呀，你今天穿的很帅气。还行吧，你喜欢就好。啊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小哥哥，在干嘛？发呆。有时间吗？要不要见面聊聊？见面干什么？联络感情啊。开玩笑的，不习惯网聊。以情当愿。吴耀能够活到现在，全仰仗你当年的那笔典当。他现在每天点一点，生命就会像沙漏一样流逝一天。这就是你们之间的纠缠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再一次相爱，就会导致毁他。那么之前的当务也就算不成立了。所以代价还是他的命，是吗？除非什么？除了典当，还能实现愿望了。他现在每天点一点，生命就会像沙漏一样流逝一天。周末要不要打羽毛球？我就说吧，以他们现在这样的趋势，马上就会毁的。我怎么没看出来呢？老板，你这泡太浓了吧？浓？你看这颜色深的，都能给您练毛笔字儿了。这种毁当的趋势是很细微的，打个喷嚏啊，得个感冒，严重的出点意外，车祸什么的。但是一般人是察觉不到的，只要不被他发现，这件事儿就算成了。从某一天开始，也许一点迹象也没有，然后突然某天，咔嚓。人对所爱之人的真实非同一般，他迟早会发现的，到时候免不了再生波折，还不如早做打算，让他早点回来典当，
只有他处在危险之中，他才不会离开。真的要这么麻烦吗？人性如此。哎，当初我进入典当行的时候，是不是这个情形啊？老板，您从出生就在典当行，从未去过外面的世界，您忘了吗？啊，是啊是啊，自生来就在这儿，和我们在一起。的确如此啊。自打我有记忆开始啊，一直就生活在这个典当行里。我一度以为这千万铃铛当中也有属于我的一只。怎么会呢？两生花选中的掌柜，即使有铃铛，也会和别人的不同，怎会是眼前这些呢？看来是那位故人又回来了。